刺骨的寒风呼啸狂卷。突然，尸堆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，白皙如玉的指尖上渗着鲜红的血滴，5根葱般的手指慢慢的握紧成拳。阮玲娇小纤细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爬了出来。他啐了一口，支着瘦弱破败的身体踉跄着往前走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他穿过了枯木林，到了一方碧水前。这张脸倒是有点熟悉呀。穆十一，他打了个激灵，突然就认出了这张脸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受的罪我帮你讨回来，就当是我用了你这副躯壳的报酬。他举起水往嘴里狠狠地喂了几口。阮玲想了想，扒下了脏衣服，赤着一身血骨玉肌，环抱着双臂，慢慢地走进了碧水潭里。慢着，不对呀，他以前可是不爱哭的，难道是小十一爱哭？他越不许自己哭，眼泪就流得更凶，渐渐从呜咽变成了嚎啕，哇哇大哭了起来。不许哭，一辈子都没哭过。妈蛋，我的胸呢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的胸呢？原本妩媚娇艳的身子成了一块未能安全发育的小豆苗。穆十一，你怎么能长成这样啊？你平常不吃饭的吗？男人欺负我就罢了，如今连胸也没了。真丑！你是什么人？这人准一早就在那儿，却一直看着我脱衣下水，一声不吭。哼，男人果然就没好东西，统统该死！阮玲暗中抠了一枚鬼医针，若男人敢放肆，他就抠了他的眼珠子，废了他。哗啦啦的一阵水响，男人从水里站了起来，胸膛上一枚血色半月弯刀的胎记映入阮玲的眼中。安阳萧，皇叔。你是何人？敢这样盯着本王看？你身上怎么会有皇室烙印？你是陶宫的罪妇？他盯住了那朵刺青，冷冷地问：我是十一，穆十一，萧皇叔。穆十一。安阳萧盯着他的脸，他却继续把他往水里摁。他想杀掉他。阮玲心中一惊，糟糕，安阳萧出现在这里，肯定不会想让人知道他存在，这是想杀人灭口。刚逃出乱坟岗，难道又要死翘翘？我的命要不要这么苦啊？穆十一，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你怎么一点力气也没有啊？小拳头挥都挥不动，胳膊也像软面条，还有一双细腿，除了无力的蹬几下，根本踢不到他吗？就在阮玲胸腔里最后一点空气都快要被消耗殆尽的时候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大手立刻从阮玲的头顶离开，随着水声哗啦啦的一阵急响，安阳萧丢下他奔上岸边。阮玲从水里浮出来，他在潭边上大口地呼着气。这个狗男人差点杀了他呀！世间男人皆是狗，无一例外。待他养好了身子，一定要屠尽这些狗。
阮玲清冷的双瞳里冷光一闪而过，她费力地爬上岸，拖着发软的腿往相反的方向走。她得赶紧逃，不然安阳霄肯定还要杀她。女子痛苦的尖叫声从身后的枯木林里传了过来。十一，不许乱来！但是她的双腿不听使唤，慢慢转过身往枯木林的方向走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想死，我可不想。这副身子不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阮玲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控制这副身体，她只好认命的由着这双腿把她带进了枯木林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能接受。还不滚进来！安阳霄的声音骤然响起。阮玲踩着碎步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地上也披着披风，妇人就躺在那披风上，正痛苦地挣扎着。你会接生？安阳霄盯着他，冷冷地质问。在别院时有宫女废妇被人羞辱，怀孕产子都是照顾我的嬷嬷接生，所以我会。你来。安阳霄盯了他半晌，让出了位置。阮玲跪坐下去，拉住产妇的手，把了脉，又看产妇的双瞳、舌苔，只能剖腹取子。阮玲抬头看向安阳霄，小声说道：孩子太大，他生不下来，你快做决定，不然一尸两命。你一个小女娃会剖腹取子？阿霄，听他的，我要这个孩子。我这辈子真的太辛苦了，让孩子替我好好活一次吧。阿霄，皇叔，拿刀，用你们的头盔烧开水，再派人去乱葬岗采枯骨草，马上去。阮玲看着安阳霄，一边说一边掉着眼泪。我母妃就是这样做的，你信我。照他说的办，马上去。几名侍卫飞快地跑开，不多会儿就把阮玲要的东西备齐了。不多会儿就把阮玲要的东西备齐了。阮玲给妇人服下了枯骨草，妇人当即就昏睡了过去。你想好，若是他出事，你也得死。反正都是搏命，那就搏一搏好了。皇叔请出去。安阳霄深深地盯了他一眼，转过了身。阮玲深吸了一口气，刀起刀落，拆了细纱棉线，劈成几股，再细细地碾成缝合线。半个时辰后，一声清脆的啼哭响了起来。那是个小公子，恭喜皇叔，你当爹啦！旁边的侍卫互相看了看，欲言又止。得赶紧把他抱到马车上，把马车四壁封好，让王妃好好休息。你到底是谁？安阳霄盯着阮玲，冷声质问。皇叔10年前回过一次宫，我从小就住在冷月，若不是那年皇叔你到过别院，我也不会认得你。只是没想到皇叔不认识我了。他编不下去了，除了知道安阳霄回过一次宫之外，其余的全是编的。我问你，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剖腹接生？安阳霄继续逼问。
丝毫没有因为他的表白而心软。殿下，公主醒了。侍卫匆匆过来，激动地说道。安阳霄神情一震，撒腿就往马车前跑。到了马车前时，转身指着阮玲说道：你过来。哎呦，别呀，你儿子都有了，咱们一别两宽行不行啊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阮玲被迫上了马车，靠在角落里坐着，瘦小的身子微微颤抖不停，看上去可怜的不行。这副小样子让安阳霄放松了警惕。正沉思间，马车突然一个颠簸，停了下来。夜王殿下在前面。阮玲的心头一惊，距他死去已有3日了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还是他去而复返，专门来挖他的？夜王带着人在乱葬岗，说是在搜寻逆臣之女阮玲，他现在已经发现我们了。殿下，怎么办啊？还在找他？怕他没死？过去。安阳霄冷声道。马车再度起步，晃晃悠悠地往前走。阿霄，不要和人起冲突，你有今天不容易。阿姐能再看到你，能把这孩子生下来，阿姐已经满足了。阿姐，不要说了，我带你回家。居然是他姐姐。阮玲记得安阳霄的母亲被赐死之后，他被过继给了外姓王唐王家中，而安阳霄的姐姐当时年仅14岁，却被送去了西魏国和亲。都是女人，女人要出嫁侍夫，要怀孕生子，要扶幼尊老，男人却只管施展他们的权威，不公平。你是11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姑姑。谢谢你给我接生，孩子就麻烦你照顾。姑姑，阿姐，别说话，休息。马车吱悠悠地停下了。见过皇叔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安阳夜身着紫色蟒袍，骑于马上，身后是数十名银甲侍卫，中间托有囚笼，而笼中吊悬着的正是阮玲的尸骨。那红衣染透了血色，一头乌发皆化为白雪。阮玲的头突然一阵剧痛，仿佛那定魂钉还在她的头顶一样。她痛的一声呜咽，瘦弱的身子往前直直地栽了过去。安阳霄听到动静，正好转头看来，却见那娇小的身子不偏不倚地撞进了他的怀抱里。皇叔，原来带了王妃啊。安阳夜眼中金光一闪，盯住了马车里那抹娇小的身影。皇叔受伤了。皇旨管的还真宽啊。安阳霄冷笑，揽在阮玲腰间的手骤然用力地收紧。痛！阮玲痛呼一声，抬起苍白的小脸看他。原来皇婶如此娇小，听口音是咱们京中人士吧？他不过哼了一声，你就能听出口音。皇侄的耳朵堪比鹰犬。皇叔玩笑了，皇侄也是开个玩笑啊。都说皇叔不肯娶安宁郡主是早已金屋藏娇，原来是真的呀。父皇知道一定为皇叔高兴，正好我也要回京，不如与皇叔一起同行。安阳夜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安阳霄，一副随时都会动手的架势。远在边境的安阳霄居然出现在乱葬岗，难免会让他起疑心。我这位娇气的小妾刚生了孩子，不能走快，你们愿意慢一点也行。起驾！安阳夜看着马车，冷冷地挥了挥手，数十名银甲军在前方开道，中间夹着那辆囚车。安阳霄的马车跟在后面，几个黑衣侍卫不时好奇地看向那只囚笼。看上去死了有好几天了吧，居然还要从乱葬岗挖回去，什么人啊？白发艳颜，不会是什么好货色。
只怕是个妖女啊！阮玲的小拳头握紧，身子也是缩了起来。这些狗男人才不是好货色呢！你认识那穿红衣的？安阳霄突然开口了，阮玲此时才惊觉安阳霄一直在盯着他看，他方才的态度有些反常了。那是阮玲，安阳夜的未婚王妃，她曾来过别院，给过我吃食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别院被烧了，我混在尸体里，被丢到这儿的。烧了？那你还挺有能耐啊。我命硬，我出生时国师就说我命硬克全家，可是到现在我只克了我自己和哥哥，他们都好好活着。阮玲柔软的唇颤了颤，把脸埋进了小手里。不行，小11太爱哭了，他一定早点控制住这副身体，不能当个哭包。还真是爱哭。你是水做的吗？从现在起，你叫11娘，这是你的儿子，你是本王的爱妾。若敢说错半字，透露半点消息，本王要你生不如死。阮玲愣了一下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这是要用他当挡箭牌？凭什么他还要让安阳家的男人欺负？皇叔明鉴，我当不了娘亲，我都没有男人。阮玲垂下眸子，藏去眸中的怒意，示弱的摆手。安阳霄盯着他，冷冷的一字一顿的说道：现在你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可你是皇叔啊，咱们辈分不一样，你要乱伦。阮玲抬头震惊的看着他，哼，只要本王想，有何不可？宫里那个老东西早就不行了吧？谁知道有哪些人播了种？你怎么知道你大哥不行？阮玲咬到了舌尖，皇帝那儿不行，还是阮玲下的药。从乱葬岗回京需要渡上一条大河，走到半途飘起了大雪，河中结了薄冰，马车不能行，船也过不了。阮玲趴在窗口，隔着帘子看着自己的身体，心里一阵阵的难过。奶妈来了。侍卫莫凡带着一位奶妈匆匆赶到。昨天半夜里，安阳霄让人悄然地送走了公主。奶妈被蒙着眼睛，一解开蒙眼的布，看到囚笼，立刻吓得腿一软，哆嗦着瘫在了地上。不要怕，来给孩子喂奶，别慌，我帮你。你只管把这孩子喂好，他饿坏了。奶妈抱起孩子，小心地给孩子喂奶。夫人没有奶水吗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可以尽快下奶。你喂就行。阮玲挤了个笑容，还是亲娘喂的好。你可以让你相公夜夜给你按摩嘛，我教你相公手法，不累的。而且这男人嘛，也不会拒绝这种事儿的，小也没事儿，揉揉就大了，这奶水啊也自然就下来了。此时帘子抖了抖，安阳霄上了马车。哎呦，这是相公吧？我教夫人和相公按摩的手法。点个订阅吧。这是相公吧？我教夫人和相公按摩的手法，多喝点下奶的汤。奶妈看了看小公子，又看安阳霄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民妇也只能喂个1次2次的，民妇家里头还有小儿待喂呢。马车里气氛紧张，奶妈迅速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赶紧低头专注地喂奶。不想死，好好喂。安阳霄在一边坐下，拿起了一卷书，随手翻开。奶妈又开始哆嗦了。不多会儿，孩子终于吃饱了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孩子给他，你下去。你不是长接生吗？怎么抱孩子不会？安阳霄抬眸看来，凝声质问。阮玲的鼻尖一酸，居然又要哭了。哎呀，不许哭！安阳霄放下书，看着阮玲的眼神泛起了寒光。突然，阮玲惊呼一声，
低头看向了怀里。那小婴儿居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胸口，想来是寻着味儿想吃了。你不是刚吃过了吗？快松开！阮玲脸都红透了，又不敢用力地拽这个小东西。他想吃，你就给他吃，很难吗？安阳霄慢吞吞地开了口。这叫什么话啊？没有的东西怎么吃嘛？你有，你喂。他抱着孩子爬过去，腾出一只手拽他的衣服，一把摁住了他的胸膛。他的胸肌比他的豆芽地可是大多了。还摸？安阳霄的喉结沉了沉，语气有些哑。想死？我死了，孩子就没娘了。阮玲抱着小婴儿退回到了马车的一角。皇叔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不如请小皇婶一起出来，刚练了头鹿，赏雪烤鹿，大口饮酒。他坐月子，喝什么酒？你还不吼？皇叔对小皇婶好凶啊！他还在坐月子呢。妇人而已。安阳霄冷冷地说完，大步往前走去。安阳夜走了几步，又扭头看向了马车，眉头不禁微皱，自言自语道：怎么这么眼熟啊？银甲侍卫已经是剥了鹿皮，放出了热气腾腾的鹿血，用青铜杯盛着，端到了二人的面前来。聚聚山长荣鹿，其血乃极品。皇叔，请。安阳夜朝着安阳霄举杯，笑盈盈地说着。马车里，阮玲手忙脚乱地哄着孩子，小脸凑到马车窗前看着。这一大碗鹿血喝下去，男人还能绷得住？篝火噼里啪啦地燃着火星子，鹿肉的香气满天的飞。阮玲抱着小宝宝，看着远处的火光，肚子里一阵阵咕噜咕噜的响。哎呀，好饿。殿下让你们过去吃一点。这时莫凡跑了过来，手里用尖刀扎着一块鹿肉，和几名侍卫说完话，他走到车窗前，轻轻地敲响了车窗。这是殿下给小夫人的。真是给面子，名分都给他了。小夫人。阮玲一把抓过了鹿肉，张嘴就咬。莫凡没有来得及阻止，阮玲一口撕咬在了鹿肉上，毫不在乎那肉有多么的烫嘴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他真的快饿死了，这肉啊又香又嫩，胜过他前世吃过的所有山珍海味。点个订阅吧。没有，这不是不能喝，找你家那个狗男人去。唰的一下，马车帘子掀开了，阮玲吓得一抖，安阳霄就站在那儿。小狗儿跑，小狗儿跳，小狗儿乖乖的睡大觉。唱的什么？安阳霄上来了，一身热气腾腾的，之前凛冽的气势驱散了一半。童谣啊！哪里的童谣？怎么没听过？他坐下来，当然不可能听过了，他现编的嘛。我娘教的。他果然是信了，冷哼一声，倒在了软垫上，合眼休息。奶娘又进来给小宝宝喂了一次奶，这样呢，拖着他的腰，然后再轻轻的拍。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轻轻的、大胆的拍，喝了奶呢，就得拍奶嗝儿。过来。安阳霄突然坐了起来，冷声叫他，在我背上练。阮玲怔愣了一下，挪到他的背后，抬起小手，啪啪的拍了2下。你没吃饭？安阳霄有些不悦，哎呀，够了够了，这力气够大了，还得轻上一点儿，这还是个孩子呢。奶娘吓了一跳，赶紧说道，还不拍？玲又放轻了一点力道，在他的背上轻轻的拍拍拍，他的背好硬啊。还不会？手这么笨，剁了算了。眼尾又开始泛红，安阳霄看着阮玲红着眼睛的小脸，慢吞吞地说道，再敢哭，我连你的眼睛一起封起来。这身体就是不受控制，他阮玲有什么办法呢？算了算了，哭吧，眼泪多流点儿，淹死他。对视了片刻，奶娘看着2个人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，小少爷，
睡着了。放下，安阳霄一记凌厉的眼神扫过去，下去。以后再哭哭啼啼，我挖了你的眼睛。阮玲翻了个白眼，背过身去。咦，怎么这么臭啊？王爷，你尿床了？安阳霄一个猛地坐起，慢慢的抬手指向了小家伙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会，这么好看，尿布啊！点个订阮阅吧。玲立刻就缩到了一边，臭死了，他才不要呢！你不换，难道本王来换？安阳霄咬了咬牙，冷冷的质问。你的外甥当然，我来了。阮玲盯着他杀人的视线，愤愤然的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。这个还要吗？拿开！安阳霄往后仰着，恼火的低斥。再敢靠近本王，本王要你脑袋！你先抱着他，我去丢掉啊，再弄点热水给他洗洗。阮玲拎着那块尿片下了马车，块布跑到了路边，嗖的一下丢进了路边的沟里。窸窸窣窣的响声过后，只见一只小老鼠钻了出来，往尿布上凑了凑，突然间蹬着腿儿倒在了地上。老鼠死了，这家伙的臭臭有毒。微苦的气息渐渐清晰。乌头、铁烙蛇、八椎山红角蜘蛛，这是千绝骨。何人在此？退下！银甲侍卫发现了他，立刻上前来驱赶。阮玲立刻低眸，转身往马车前走去。站住！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安阳夜盯着他的脸看着，漫步走近。妾身正是。阮玲垂下眸子，站着没动。你不是坐月子吗？怎么下了马车？乡下人没那么娇气。乡下人？哪儿人呢？几岁啊？15。沧县人，相公他把我捡回去，说我貌美，所以疼我。阮玲双手掩面，扮出娇羞的样子来。你貌美？哼，看来边境是真没好看的女子了。你去吧。见过阮玲本尊的脸，谁还会觉得别的女人漂亮呀？阮玲的拳头握了又握，克制住了心中的恨意，转身往马车走。站住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站住！安阳夜突然盯住了他乌发中挽着的钗，又叫住了他。还有事吗？我要给孩子换衣服了，你皇叔还等着呢。阮玲转身，发钗给我看看。安阳夜朝他伸了伸手。你要我的发钗吗？这个不行，这是王爷给我的定情信物，他不让我给别人。阮玲护住了发钗，撒开双腿，飞快地往马车前跑。这女人真是个乡下货，一点规矩也不懂。安阳夜身边的军师走了过来，看着阮玲的背影，嘲讽道：安阳霄也是恶极的狼，这种货色也要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南城边境苦寒之地，一般女子哪里受得了那种苦楚生活，能找到一个活的此物就不错了。行了，你吩咐下去，看紧一点，鬼宫的人叛逃，一定会来抢阮玲的尸骨。鬼医真一直没有找到，说不定啊，就在这尸骨上。可我们仔细验过了，也没找到啊。这女人从小用毒，一手医术又出神入化，藏在哪根骨头里也说不定。带她回去，让人化尸取骨，敲碎她每一根骨头，我就不信找不到鬼医针。这个尿布啊是要常换的啊，不然呢会红屁屁的。小少爷的皮肤多娇贵呀，可不能给捂坏了。这和男人的裆部一样吧？相公，你是不是会啊？以后你来换。男人的裆部你也看过？安阳霄收起了手里的卷宗。相公这话说的，你穿啦？出去。奶娘连忙爬出了马车厢。这对夫妻真是奇怪的很，男人很凶，女人又怂又胆大。他得爬得快点，免得这两口子打架他遭殃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吴十一，你还不说实话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穆十一啊，冷院里有侍卫，所以知道男人的裆部怎么穿。要不是知道冷院看守的全是女人，我还真的要信了。
果然是个诡计多端的小东西。啊，地方看守的是女人？阿杰感激你，不让我杀你，你就好好珍惜你的小脑袋，别让我拿走它。安阳霄捏着他的下巴，轻轻地摇了摇。是，我会好好珍惜我的脑袋。阮玲抚了抚发顶，微笑着说道：上一颗脑袋被人用钉子给钉了，这个脑袋他一定要好好的护着。睁开眼睛一瞧，他不知何时滚进了安阳霄的怀里，而他怀里还搂着小宝宝。严寒的夜里，三个人就这么挤在一起取暖。你再看我就不客气了。安阳霄喉结沉了沉，眼睛都没有睁，哑声说道：狗哪有天眼啊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啥玩意儿？睡觉还抱着一把剑呢？这角度，这距离，万一捅死了他怎么办呢？干什么？他睁开了眼睛，冷声质问。阮玲只感觉到万骨都要被他给捏碎了，他的掌心烫得可怕，呼吸也沉得可怕。对了，他昨晚喝了很多的鹿血酒，那玩意儿最是性燥啊！也亏得他居然饮完了鹿血酒，还能够忍一晚上，真是个能忍的狠人呐！他红着脸，马上抱着小宝宝往边上挪。会私奔的人手也伸了，还能装着怕羞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不怕吗？沙场无情，断于本王刀下的人头不知有几千几万，要怕也是他们怕本王。是，殿下厉害。阮玲抱着小宝宝，轻拍着他，哄他入睡。殿下，叶王说请殿下去叶王府别院暂歇，明日一起入宫面圣。莫凡策马至车窗边，低声说道：乖侄儿要孝敬本王，那就去。叶王别院。夫人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呀？奶娘从后面踮着脚碎步跑了过来，可怜巴巴地瞅着他。你就跟着我吧。可是我有儿子呀！奶娘急了，红着眼睛说道：会让人送百金过去。奶娘怔了片刻，把后面的话全咽了回去。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们娘仨儿先凑合凑合吧。是，我就跟着夫人了。奶娘一咬牙，点头说道。安阳霄也下来了，依旧是黑披风、黑铁面具。突然，一个婢女口吐鲜血，猛地扑倒在了阮玲的面前。阮玲愣了一下，这是她的九师姐。此时她面色惨白，在眉心有一枚鲜艳的红珠。人偶术，阮玲的心中一惊，诡异宫最诡谲的人偶术，还不赶紧拖下去！管家上前来，小声的呵斥。几个侍卫上前来，拖着九师姐就往外走。殿下，这些都是叶王爷给您准备的侍婢，您尽情享用。管家转过身来，向安阳霄作了个揖。庸脂俗粉，退下！安阳霄冷哼一声，大步的从管家面前走过。管家拧拧眉头，这些都是叶王精心挑选。滚！安阳霄停了下来，冷寒的眼神刺向了管家。还看？莫非你看中哪个女人了？安阳霄走到了他的身边，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从那个摔倒的女子出现起，这小东西的眼神就不对劲儿了，一直盯着那个女人看个不停。点个订阅吧。还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服呢。安阳霄转头看他，装的一点也不像，你一定从未羡慕过别人。阮玲怔住，好像真的是这样。他呆呆的眨着大眼睛的模样，看得安阳霄越发的好笑。这小东西来路古怪，早晚有一天揭了你的皮。安阳霄这狗男人是真的敢掐呀，他的脸都快要被他给掐掉了。阮玲痛得大叫，气得马上也伸手去拧他，可他脸上戴的是铁面具呀。松手！你先坐。他的脸皮都要被揪掉了，争气的眼泪又涌了上来，在眼眶里头扑灵扑灵的颤。哭啊，哭给我看，我看得爽了再松开。莫凡抱着两身新衣裳进来，看到两个人正掐脸扯耳朵，吓得魂都要飞了。这世间居然有人敢拽主子的耳朵，
不想活了，哇的一声，突然小宝宝也哭了起来。安阳霄瞳光一寒，终于松开了阮玲。还不快去哄孩子？他饿了，叫奶娘过来。是。叫奶娘过来。是。莫凡捧着衣服，胆战心惊的把衣服放到了桌上，转身跑了出去。应该先给孩子洗。放肆！放肆也要给他洗。你不能只顾自己快活，不顾孩子。你看看他都要臭了。安阳霄看着阮玲，气急反笑。别忘了你在和谁说话。没忘了，你是我的假夫君。哼！回来，穆十一，滚回来！他托举了半天，鼻尖都冒了汗。阮玲只当没有听到，他躲在屏风后头，冷着一张俏脸，外面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了。别是一大一小全部滑进水里头淹死了吧？阮玲愣了一下，飞快地走到了屏风前，探出小脑袋去看。还看？低沉冷幽的声音响起来。阮玲匆忙抬头，对上了安阳霄的脸，他的面具掉了，这脸也是本钱最足的。王爷，我没有看你啊。安阳霄冷笑，当他瞎了？刚刚他明明是在偷看他嘛。给他穿衣。阮玲接过孩子，正要转身走开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。他为什么不穿裆布啊？点个订阅吧。不穿裆布啊？狗男人，不要脸！他腹诽着，把小宝宝放在了榻上，笨拙地给他穿衣服。小家伙在奶娘的喂养之下长胖了一点，两条小胖腿有力地蹬着，小小崽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的。哎呀，不许晃，不要脸！阮玲大胆地用手拨了一下，安阳霄转身取衣，正好看到了他的动作，眼底顿时一热，这小女人还真是胆大妄为呢。小东西居然会笑，殿下应该给他取名了吧？小名不如就叫小元宝。堂堂皇族用这么俗气的名字。安阳霄拧眉，嫌弃的不行了。名字俗才好养活啊，小驴子也行，更好养活。阮玲的眼角余光扫向了安阳霄，腹诽着：要和你舅一样，长个驴一样的东西。王爷，夜王请您前去赴宴。凡在外面叩门。知道了。安阳霄很快就更衣离开了，依然戴上了他的铁面具，遮去了他那倾城的容颜。乖儿子，你乖乖睡，为娘要洗洗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瞟向了窗角，那里有一角阴影投在窗纸上，分明有人在监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有轻轻的脚步声撤开，他马上拢好了衣带，纵身一跃，忘了这躯壳没有轻功的，他摔在地上，屁股上火辣辣的痛。他拧拧眉，果断地搬来了椅子放到桌上，小心地爬上去，踮脚伸手，终于摸到了机关暗格。他熟练地打开了机关，从里面摸出了一只小盒子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圈亮闪闪的银丝，缠绵丝。有这东西，他就算是不会轻功，一样可以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夜色渐深，阮玲换了一身夜行衣，翻后窗出门。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是熟悉。他直奔鬼医宫。阮玲到了大师兄的房中，里面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。仔细点儿，说不定鬼医宫逃犯还会回来的。这时怎么可能回来？鬼医宫那个小妖女阮玲的尸骨今晚要被夜王殿下当众拆解，就算要来，他们也应该是去抢尸骨吧。贱人，原来把他挖回去是当诱饵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能够让他如愿了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从那个房子里传出来的。看到了吗？有火光。突然大门被人猛地推开，就在这一瞬间，阮玲甩出了缠绵丝，把自己悬在了屋子的正中。好惨啊，我好痛啊！他挥着双手，故意哑声惨叫。几个男人吓得那是魂不附体，屁滚尿流啊！我死得好惨啊！阮玲悬于半空，压着嗓子呜咽。是你们杀了我，还我命来！
妖女回来了，快逃啊！有人嚎了一嗓子，几人白着脸，连滚带爬的逃走。阮玲看着他们跑远了，从房梁上跳下来，收了缠绵丝，顺手丢了个火折子在榻上。很快，烈焰就吞噬了整个院落，熊熊火光映红了整个诡异宫。快去禀报叶王殿下，诡异宫被烧了！点个订阅吧。火中有人！告诉安阳夜，要他把命还我！来人，把他推出去，当众敲鼓。就在这时，红衣突然腾的一下冒起了火焰。安阳夜愣了一下，正欲上前看个究竟，侍卫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。叶王殿下，不好了，有鬼，鬼把诡异宫烧了！胡说什么？安阳夜猛地转身看向诡异宫的方向，一大片的火焰把天空都映亮了。还不去救火？救不了，火太大了，殿下，他……侍卫突然指向了安阳夜的身后，眼睛瞪得如同铜铃，满脸的惊恐。安阳夜头皮发紧，他慢慢的转头去看，只见阮玲的尸骨已经燃成了一团火焰，那火宛如一只凤凰，突然间发出一声尖笑，化成了浓浓的白烟，往天上冲去。王爷，敷衍的贵客都到了。又有一名侍卫进来禀报：太息，你进宫去问刘公公，皇帝赐换的诏书什么时候到？萧王手握精兵数10万，不能让他被别人拉拢。属下马上就去。侍卫行礼，快步退下。阮玲啊，阮玲，你不是爱我吗？爱我怎么连骨头让我用都不肯呢？阮玲回到房间，刚刚想脱衣躺下，安阳霄回来了，来不及了，他只能合衣钻进了被窝，搂紧了小宝宝。带上孩子，安分一点。安阳霄看着装睡的他，沙哑着嗓音说：不然姐姐也保不住你的命。他发现什么了？他不敢动弹，也没有出声。看了好一会儿，安阳霄转身走开了。阮玲松了口气，刚要小心地解开夜行衣，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。阮玲坐起身来，有些恼火地说道：你吵醒的，你怎么不哄？要本王过来哄他，你也没必要活着了。阮玲懒得跟他计较了，披了棉袍，抱着小少爷绕着桌子在走着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别哭了成不成？我胳膊要断了。他哄了半天，哄不好，无奈的叹起了气。到底会不会哄孩子？不会就去死。安阳霄的声音又从屏风外传了过来，这狗男人出去喝了个酒，更加残暴了呢。呸，要死也是他去死啊！阮玲心中不忍，于是把孩子放到了榻上，犹豫了一下，凭着记忆给这小东西做起了按摩推弓术。过了一会儿，小东西果然是舒服的打起了哈欠。造了孽了，他现在不仅要伺候外面的那个狗男人，还要伺候这个小东西。以后啊，要好好孝敬我。翌日，臣接旨。不跪猖狂，他就不怕砍脑袋？朕夜王驻守边境多年，呕心沥血，披肝沥胆，朕心甚慰。特赐永居京中，赐正妃1人，侧夫人3人，黄金100两，良田1000顷，别院更名镇业王府，钦此。安阳霄伸手，公公只好上前把圣旨放到他的手里。他握在手里，懒懒的又说了一句：臣谢恩。见过萧王殿下。10多个美人儿连步向前，齐齐行礼。
好事儿啊，希望他日夜被女色包围，别耽误他办正事儿，最好把你这假儿子也抱走。阮玲乐得不行了，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拜谢各位美人。笑容正一点点的在她的唇角裂开时，突然发现有一道冷冽的视线正在盯着她。阮玲脸上的笑容来不及褪去，和安阳霄的视线对了个正着。这位就是十一姐姐吧？妾见过姐姐，给姐姐请安。姐姐，妾叫崔小桃，以后任凭姐姐差遣，去薄礼，请姐姐笑纳，送给我，希望姐姐喜欢。我能抱抱小公子吗？抱去。阮玲直接把孩子塞给了崔小桃，孩子刚落到崔小桃的怀里，忽然间一只大手伸过来，把孩子捞回去，飞快的又塞回了阮玲的怀里。阮玲抱着孩子，心里骂翻了天，成天抱着他来试试看，胳膊不疼吗？管家带他们住下，莫凡随我进宫谢恩，看好小公子，若是掉了一根头发，看我回来如何罚。这实在要掉头发也没办法呀。狗男人成天威胁他，有他好看的时候。安阳霄冷哼，拂袖离开。莫凡很快就把各位夫人带了下去。阮玲把小公子哄睡了，让奶娘看着他，自己借口要散步消食，去找九师姐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女人以前呢，也是叶王的宠儿呢。嘿，你看她的肚子，也是叶王搞大的。叶王留着她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孩子。诡异宫的人都美艳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叶王留着她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孩子。诡异宫的人都美艳，可惜啊，命短。叶王殿下生得如同谪仙一般俊美，配的当是公主郡主。哼，哪里会是诡异宫的这些贱婢呀？下个月叶王就要迎娶太师之女方希雨了。喂，贱人，过来给我擦擦鞋。一个婢女突然抬起脚踢了踢九师姐的背，九师姐转过身来，捧着婢女的鞋慢慢的擦着。哼，来，给我也擦擦。算了，你给我舔舔。阮玲的眸光一寒，素手轻轻抖了抖，一只先前在花园里头抓到的大蜈蚣飞了出去，正好落在了那婢子的嘴上。几个女人骤然看到那么大条蜈蚣，瞬间吓得屁滚尿流，失声尖叫。阮玲眼见着他们走远了，这才快步的走出来，扶着九师姐说道：“你起来。”九师姐呆呆地站了起来，阮玲低眸看着她的肚子，果然已经隆起来。真的是安阳夜的，你们好上了，还是他欺负你？阮玲看着她呆滞的眼睛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从肚子上看，这孩子起码有5个月了。这5个月，九师姐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异常，是真的和安阳夜好上了吗？小师妹快跑！九师姐歪了歪脑袋，突然说了一句，她眼神呆滞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。阮玲的心中陡然一痛，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。几个仆妇跑了过来，他们是被那几个嘴贱婢女的动静引出来的，看到阮玲站在九师姐的面前，赶紧过来行礼。小夫人，你这贱人，吓到了小夫人，你担当得起吗？点个订阅吧。那仆妇摔倒在地上。你吓到我了，我要禀告殿下，你居然吓我，我定要殿下砍了你的脑袋。仆妇吓坏了，扑通一下跪到地上，拼命的磕头求饶。小夫人饶命，小夫人饶命的。她有孕了，我看她模样不错，以后生了可以给小公子当奶妈，让她多吃点，奶水足些。
是，赶紧磕头。阮玲可是唯一一个给安阳萧生了儿子的女人，而且日夜与安阳萧同寝，母凭子贵，得罪不起呀。姐姐怎么在这生气呢？一名侧夫人找了过来，堆着笑容拉起她的手，往她的手里塞了一叠的银票。姐姐，方才人多，不方便孝敬姐姐。妹妹叫苏灵儿。夫人言重了，这么重的礼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阮玲看清楚了银票上的数字，随手塞进了怀里。只要姐姐心疼妹妹，妹妹以后会更加孝敬姐姐。今晚还望姐姐可以多多美言，让妹妹可以侍奉王爷。好说，晚上你过来便是。谢谢姐姐。苏灵儿喜出望外。入夜，安阳萧回来了，身上散发着醇厚的酒味儿。推门进屋，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正和小公子睡得酣然呢。装睡。殿下，一把娇媚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进来。安阳萧转过头来看，只见今日赐来的侧夫人崔小桃端着水盆，垂眸站在门口。妾奉小夫人之命来侍奉殿下。小夫人，他眸子沉了沉，嘴角勾起一抹邪佞的冷笑。他解下了披风，手臂一挥，披风重重地扣在了阮玲的头上。阮玲生气地扯下了披风，突然呼的一下，蜡烛灭了。点个订阅吧。低沉的声音阴恻恻地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。阮玲吓得差点没有灵魂出窍，她飞快地转头来看，安阳萧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后。看来我捡回来的小夫人确实有点意思。安阳萧抬手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冷厉地笑道：说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穆十一，杀了我也是穆十一。我警告过你，珍惜你的脑袋，是阿姐让你活着的。你在本王面前耍这些小心机，简直找死。阮玲确实是后悔了，她没有想到安阳萧是个翻脸无情、说变就变的狠角色。我会去千绝谷。他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，安阳萧的身子猛地震了一下，乌幽的寒瞳里杀机顿起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小外甥中了千绝谷，我可以救他。阮玲艰难地指了指小公子，安阳萧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那小东西睡得可香甜了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他终于松开了手，淡淡的月光投入到窗内，崔小桃如同死去一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你说要治好他，那就好好治。本王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去死吧。残暴。本王若不残暴，能回到这儿吗？他就像是听到了阮玲的心事，冷冷地笑了几声。阮玲吓了一大跳，慌忙捂住了嘴。不想死就少耍花招。他放下了帐幔，倒头就睡。我会治好他的。哎呀，他们3个一大早就开始吵了。哼，那个小桃夫人早上从这儿出去时得意得不得了，脑袋都要扬到天上去了。阮玲的嘴角抽了抽，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一晚上，也是辛苦她了。小夫人，你呀也不能太善良了。他送你一点礼，你就帮他安排见王爷。我年轻时也是在大户人家当过婢女的，见得多了。为了抢一个男人，各个夫人们都争得头破血流的。唉，还不如我一个穷婆子呢。霍家汉子只娶了我一个。奶娘摇着头嘀咕：是啊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多好啊。那就是皇叔的小夫人。二皇子安阳季上前一步，死死地盯住了阮玲。正是。安阳夜说道：虽然羸弱，却不失为一个美人儿啊。五皇子安阳堂摇着折扇，笑呵呵地点头。走吧，去见皇叔。几人往前走了几步，只见安阳季还盯着阮玲看。二皇兄怎么看个没完了？那可是皇叔的小夫人，小心皇叔把你赶出去。安阳堂转身回去，一把拉住了安阳季。纪王殿下、唐王殿下、叶王殿下，
王爷正在花园里等候3位贵客。莫凡大步的过来，安阳季又深深的盯了一眼阮玲，这才转开了头。我们也去花园走走。哎，你还未出月子，还是不出门的好。奶娘赶紧出声劝道。安阳霄并没有给他别的婢女，只有奶娘一人跟随他，不过特地给了他2个牛高马大的侍卫，以保护小公子的安全。4人一路直奔花园。乖乖，好起嗓子吧。他往小公子的穴位上轻轻地揉了一下，哇的一声，小公子立刻就哭了起来。对不起啊，晚一点一定补偿你。小公子一直哭，我想带他进去逛逛，看能不能哄好。莫凡见小公子一直哭，赶紧引着他进去。越走近，阮玲的心跳就越快。小夫人，殿下请你进去。莫凡进去禀报之后，出来叫阮玲。殿下，小公子一直哭。过来。安阳霄朝着他伸出了手，阮玲立刻走了过去，直接一屁股坐到了他腿边的脚踏上，抬手把小公子放到了他的怀里。小家伙在他的怀里拱了几下，不哭了。让臣妾抱抱小公子吧，让臣妾抱抱小公子吧。叶芷晴自从看到阮玲进来起，脸色就难看极了。你没生过孩子会抱吗？本王的儿子是最金贵的，一根头发也不能碰到。叶芷晴的笑容一下子就凝固住了。小夫人好生瘦弱呀，一点也不像我们东正人士。赵姨突然出声了。他是本王在南城一个小村子里捡的。安阳霄像是抚摸小猫小狗一样，摸了摸阮玲的头，面具下的那双乌瞳泛起了寒光。这个女人做事一向是有目的，也不知道瞄准了这里面的谁。原来如此啊，唉，小夫人也是个可怜人呐，幸亏遇到了殿下，从此便能够有好日子过了。就像我一样，遇到了夜王，从此也有人疼我了。怎么又说这个呀？切身感叹而已。那妖女祸害你那么久，害得妾日日担心，寝食难安呢。赵姨嘟起了嘴，朝着安阳夜撒着娇。阮玲双手死死地握成拳头，挪不开视线。这就是她真心相待的2个人，个每天甜甜的叫她姐姐，一个宠爱的叫她灵儿，可他们现在叫她妖女。小夫人为何一直看着我呀？我听你这样说，觉得有道理。阮玲搪塞了几句。你方才说的妖女是什么人呢？一个贱人荡妇罢了。哼，鬼医宫的那些男人都是他的群下之臣，全是他的舔狗。他不仅放荡下贱，他还毒如蛇蝎，竟然给我夫君下毒，真是该死啊！你笑什么呀？赵姨拧眉，不悦地看向了阮玲。像那个妖女啊，那么蠢，活该死。安阳霄一直在看阮玲，她表现得很奇怪，就她那双小拳头都要握碎了，所以她的目标是赵姨和安阳夜。怎么，你认识那女人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不认识。既然不认识，你看完这个又看那个，是想做什么？没见过这么多贵人坐在一起，好奇看看而已。王爷莫要小气，就当让我见了世面了，您就当他们是猴，让我瞧瞧热闹。看猴？本王也喜欢看猴。安阳霄挑了挑眉，锐利的视线看向了安阳夜。这大戏的走向有点意思了。难道冷院里的人也是被安阳夜杀光的？四皇兄，那妖女的尸骨为什么会烧掉啊？有人在囚笼里动了手脚。安阳夜脸色难看的看了一眼安阳堂，有些不悦。不要提这些了，这些都是机密大事。对，这些机密大事本王可听不得。安阳夜连忙站起来行礼请罪。皇叔不必动怒，皇叔当然听得。这鬼医宫已建立100年，那些人心狠手辣，见钱眼开，作恶多端。我奉父皇之命卧底鬼医宫，终于把他们连根拔起。不过虽然那妖女公主已死，
但是还有数名余孽在外面逃亡，所以一切得小心行事，以防隔墙有耳。阮玲抱着小公子，听得牙根紧咬，谎话连篇，真想现在就撕了他的嘴。若不是他和鬼医宫的众位师兄弟们，他能坐在这儿当他的夜王爷吗？还不只是一个被发落冷荒之地的弃子罢了。忍，他深深的吸气，暗自消化着暴涨的情绪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今日是各位王爷来祝贺皇叔赐婚之喜，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听不得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。赵姨握起酒杯，好好的看向叶芷晴。不知萧王殿下与王妃何时成亲啊？大婚之仪一定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好呢。叶芷晴终于得到了说话的机会，刚张开嘴，安阳萧转头看向了他。还用什么仪式吗？我在南境那边看中了哪个女人，直接带回去就行了。这是礼数。叶芷晴的脸色变了变，忍气吞声地说道：点个订阅吧。臣妾的父亲还在等着王爷的3书6聘，宫中也会派人来安置大婚之礼。那你为何现在就住进来了？回家住去啊！本王常驻边关，什么礼数皆可不遵。叶芷晴差点没被噎死，这话让他如何接呀？阮玲在一边冷眼看着，安阳萧对每一个女人都是那么的毒舌，难怪到现在也只有他一个假夫人，是个女人也受不了他的嘴呀。这是因为皇上体谅王爷在边关征战辛苦，所以让王妃和侧夫人先进府来侍奉王爷呢。赵姨赶紧解围。这些事你也知道？安阳萧看向了赵姨，打量着她，问：莫非你也是王妃？妾身只是叶王的侧夫人。赵姨面色窘迫地摇了摇头。侧夫人原来是可以坐椅子的。安阳萧转头看着坐在腿边的阮玲，那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要坐地上？这题他会答。阮玲轻搂着小公子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正妃为尊，侧夫人怎么能与夫君王妃平起平坐？我虽是乡野村姑，在外面还是要给王爷撑面子才是。赵姨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，她看了看安阳夜，不情不愿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坐到了安阳夜身边的脚踏上。我这儿不需要规矩，起来坐。安阳萧俯身，双手插着阮玲的胳膊，把她给插起来，坐到了身边。叶芷晴错愕地看了看这二人的动作，小声道：王爷，这样不妥吧？王妃正妻是用来端庄世人的，但侧夫人要学会狐媚侍君，你要学会当一个狐妹子才行。安阳萧根本不理会叶芷晴。安阳堂一口酒喷洒了出来，震惊地看着安阳萧，还有这样当面教自己小妾的，果然是一男人。赵姨终于忍不住了，小声的抱怨：张嘴。安阳萧转头看向赵姨，冷冷地说道。赵姨怔住了，随即立刻往安阳夜的身后躲。莫凡挥了一下手，2个黑甲侍卫便上前来，不由分说的拖出了赵姨，左右开弓，愣是打得他一张脸红肿稀烂。所有人都看呆了，传说安阳萧喜怒无常，就是个疯子，现在亲眼看到，果然是真的。他还真是不分场合，不管对方是谁，这威风说撒就撒。阮玲看得十分的痛快，赵姨这张嘴就该打烂。王爷。赵姨的一张脸被打得红肿稀烂，在地上爬着，伸着手哭嚎着向安阳夜求救。安阳夜的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，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朝着安阳萧抱拳告罪：皇叔别打了，小姨是侄儿心头所爱，还请皇叔高抬贵手。好一个心头所爱。阮玲的呼吸滞了滞，小声地说道：没劲儿。安阳萧微微抬了下下巴，慢悠悠地说道：你的小妾骂了本王，不如你亲手扇她一耳光，本王的气也就能消了。安阳夜气的额角的青筋暴起，他忍了忍，
上前去抓起了赵姨，一个耳光甩了过去，啪的一下，赵姨被他扇倒在了地上，顿时昏死了过去。阮玲看着安阳夜扭曲的脸，心潮翻涌，她以前真的没怎么发现安阳夜居然是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，嘴里说着喜欢，下手却这么的重。不过总算是出了口恶气。皇叔消消气，侄儿这么好先行告看，退。点个回去订阅吧。好好教你的女人，也学学我的正妃端庄大度。不过你这个丞相之女果然好仪态，不像本王捡来这个野村姑已经快吓哭了。阮玲此时正深深地埋着头，吭哧吭哧地笑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就快笑出声来了。安阳夜最后抱着赵姨走时的表情真的是太好笑了，若是不把脑袋藏起来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跳过去喊加油，回来再来个500下。王爷，臣妾见不得血，也先行告退。叶芷晴白着一张脸匆匆离去，安阳堂和安阳季依然是坐着没动，场面变得异常的尴尬。要不我们也走？安阳堂犹豫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走什么？你们两个留下来陪本王继续喝。安阳霄把阮玲推到叶芷晴刚坐着的位置上，端起了酒杯。安阳季端着酒杯，视线直直的落到阮玲的身上，大声的问：方才听皇叔说小夫人是村姑，不知是哪个村子的，姓甚名谁，今年几岁，家中有几口人，现在都在何处啊？咦，二哥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安阳堂看向了安阳季，不解地问：怎么穷追猛问的呀？我现在掌管东都军，奉命监管皇族，皇族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入党，哪怕是一个小婢女，都需记录在册。当然要知道小夫人从何而来。安阳季阴冷地说道。大水村，阮玲抿唇笑笑。我叫11娘，排行11。安阳季的身子猛地一震。你叫11娘？我自打出生就不知父亲是何人，我娘在怀我之时就嫁给了下一任丈夫，又生了好几个孩子。后来她病逝了，继父不愿养我，把我这么好逐出来看，点个都归订阅吧。殿下接我回去，给我饭吃，给我住下。阮玲慢吞吞地说着，眼角的余光瞟着安阳季，趁他不备，飞快地抓起酒壶，仰头喝了一口酒。这酒果然就是他亲手埋在花园果树下的珍珠酿，也是他亲手给自己准备的嫁妆之一。小夫人确实是苦命之人呐。安阳堂看着阮玲，摇着扇子感叹：可不是吗？命苦得很。阮玲附和着，又想倒上一杯。你的手不想要了，就再碰那杯子。安阳霄盯着他的手，语气森冷。这酒极烈，这一杯下去就够他受的了。他还想喝第二杯，就一杯。他转过头来，我再喝一杯。阮玲趁着他入神，握着杯子又饮了满满的一杯。本王带他回去歇着了，你们兄弟自便吧。安阳霄把他打横抱起，大步往水榭外走去。安阳季猛地站了起来，死死地盯住了阮玲。二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失态了。哼！安阳季瞪了安阳堂一眼，甩开了他的手，大步离开。喂，二哥，等等我！安阳霄抱着阮玲一路回到房间，把她往贵妃榻上一丢，嫌弃地抖着被眼泪沾上的衣裳，说道：本王衣服都弄脏了，是真不怕本王杀了你？杀呗，反正活得比狗还难受。他翻了个身，双手胡乱地在脸上抹着。狗可没你过得舒服，狗敢咬本王，本王早就剁了狗头。你剁不了我的头，我的头只有我自己能剁，你也不必总用剁脑袋来威胁我，我不怕。酒壮怂人胆，他比醉前胆大得多了。那你既然不怕，告诉我，你是谁？我是索命的鬼，要怕也该是你们这样的狗男人怕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随便逛逛，大娘，你抱着他在大堂坐着等我。哎，夫人，这衣裳不卖。为何不卖？这是老夫的一位小故友的，他人已逝去，这衣裳是老夫对他的追思。是那个妖女吧？阮玲故意这么说，掌柜面色一沉，有些不悦。这位夫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阮公主是老夫见过最纯善的女孩子。行了，今日本店不做生意，夫人请自便。阮玲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咧嘴笑了起来。
你这个老头真可爱。掌柜顿时就愣住了，他错愕地看着阮玲，刚要说话，门口进来了一群的贵族小姐。这件衣裳我要了。为首的女人指着那红裙，刁蛮地说道：今日你若不卖给我，我砸了你的铺子。这不就是那位即将要嫁给安阳业的太师之女方希雨吗？以前她就和阮玲不对付，不过从来不是阮玲的对手。方小姐，这件衣裳真的不卖，小明只是受故人之托，把这件衣服展示于此处。掌柜走到那红裳前，作揖行礼，忍气吞声地说道：好啊，那我就用钱砸你，砸到你卖为止。方希雨坐在太师椅上，倨傲地挥了挥手。总之，这件衣服本小姐要定了，那个妖女的一切本小姐全都要，她的裙子，她的男人，现在全是本小姐的。几名仆从抬着箱子进来，打开之后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。摁住她，用银子砸她，砸到她说卖为止。方希雨鄙夷地看着掌柜，我就不信没有银子砸不下来的贱人。仆从走过去，扭着掌柜的手，摁住了他。几个婢女挽起了袖子，抓起箱子里的银子，用力地朝着掌柜的砸了过去。一只银元宝10两重，劈头盖脸的砸在掌柜的头上、身上，没几下就头破血流了。但是老掌柜只是死咬着牙，一声声的回应：不卖，绝不卖。这是老夫固有的东西，老夫宁可烧了也不卖。小公子早就被动静吓到了，哇的哭了起来，点个音乐吧。吵死了，哪来的野种在哭？方希雨扭头看过去，这才发现角落里坐着一老一小，墙边还有一个披着披风的女子。她拧拧眉，傲气十足地说道：赏你们一锭银子，自己拿了滚。要滚是你们滚吧，今天是我包下了这里选衣裳，你们进来吵到了我。阮玲走上前去，拦在了老掌柜的身前。你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贱人，也敢拦着本小姐？方希雨站起来，上下打量着阮玲，讥笑一声：瘦不拉几的，一看就是个穷鬼。今日吃了狗食没有？说是没有，自己盘过来，用你的嘴叼一块银子滚。你先叼。阮玲盯着他，嘴角轻轻的勾起，在他面前嚣张。方希雨还没有这个本事。好大的口气！方希雨恼了，挥手说道：把他给本小姐抓起来，用银子砸他的嘴，把牙全砸光。这位夫人，你快走吧。掌柜抬起满是血污的一张脸，催着阮玲离开。老头，不要怕，有我在的地方，还没人敢乱学狗吠。阮玲说话间，轻柔地挥了一下手，人人都以为她是在抚摸头发，却不料就在她放下手的瞬间，方希雨突然就捂住了喉咙，发出了一声犬吠。他看上去很痛苦，脸都憋紫了，拼命地跺着脚，伸长了脖子，一声比一声尖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仆人们急了，赶紧朝着他涌了过去。阮玲眼中寒光一闪，又挥了一下手，那些奴仆都捂住了脖子，个个胀得脸色青紫，争先恐后的汪汪大叫，指甲在脖子上抓得血淋淋的，犹如中了邪。老掌柜，你没事吧？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你让小厮去给你抓药。没有小厮了，我的小故友出事之后，常有官兵来奏，我怕他们出事，就让他们都走了。我开着这个铺子，就是为了告诉我的小故友，我是不信那些话的，她是个好姑娘。掌柜摆摆手，喘着粗气坐到了太师椅上。阮玲曾用心对过的人，还是会对他也用心的。他的眼眶红了红，扭头看向了那袭红衣，突然挥了一下手，红衣被烈焰所点燃，化成了一团熊熊火焰。姑娘！掌柜急了，跳起来就想要救火。烧给你的小故友吧，她在天上穿着它，一定很美。阮玲小声地说道。掌柜怔了片刻，小心地问：敢问夫人？别问，我和你一样，只是在缅怀故友。你可知道你的小故友他的那些亲人去了何处？唉，那日血流成河，这长乐街都染透了，百般酷刑都上在了那些公子姐儿的身上。我那小故友也不知是否去得痛快啊。他很痛快。阮玲转身往外走去。掌柜，你的铺子我买了，下午便会有人来接手。你走吧，去个逍遥的地方，不要再回来。夫人留步。掌柜看着他往外走，踌躇着想要追问，最后把话都吞了回去，默默地转身，快步进了内堂。事已至此，不走是不行了。阮玲站在门口，悄然地取下耳环，在门上勾了几下，一抹幽光在门上轻轻闪过，随即熄灭，而门上
多了一枚鬼市钱庄的印记。这时外面又响起了一阵嘈杂声，是安阳夜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看到满屋子的狗，他也是愣了一下。许是被狗咬了，狂犬病发作。阮玲抱过小公子，目不斜视的迈过了门槛，真想杀了他，可他没有一击即中的把握，只能够忍着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安阳夜看到他，神色一变，伸手拦住了他。我出来买衣裳，我一来就看到这位大小姐在这里扔银子发神经，差点打到我。我要回去给我家男人告状了，麻烦王爷让让。小夫人，这里的事还没有弄清楚，你不能走。阮玲和他阴鸷的眼神对上，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不能够太强硬，他是小村姑，小村姑都是坐在地上哭的。你怎么欺负人呢？他弯了弯嘴角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满脸委屈的哭了起来。奶娘，快点请王爷过来，有人要杀我和儿子。叶王殿下，请退下。2名黑甲军上前来，唰的拔出了刀，挡在了阮玲的身前，虎视眈眈的盯着安阳夜。大胆！安阳夜脸色骤变，呵斥：一群狗奴才，敢在本王面前亮兵器！来人，拿下！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眼看就要打起来了，方希雨捂着喉咙，一边汪汪大叫，一边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安阳夜的面前来。来人，送方小姐回去！突然一阵大风狂卷而来，风沙乱舞，迷了人的眼睛。在绸缎铺子里，那袭被烧成火的红嫁衣飘了起来，在半空中如火凤凰一般舞动。他亲手织的布烈火脆烧。你们看那红衣裳，像不像鬼医宫的妖女啊？一定是鬼医宫的鬼魂在复仇啊！不知道是谁大声的惊叫了一声，百姓们突然就慌了，纷纷的抱头乱窜，街上瞬间就陷入了一片混乱。鬼来复仇了！安阳夜已经是顾不上方希雨了，他死死地盯着那袭飘舞的红嫁衣。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，是本王亲手把定魂针插进他的头顶，这世间绝对没有鬼。王爷，是不是鬼医宫余孽？军师绷着一张脸，紧张地打量着四周。肯定是。安阳夜定了定神，一把拽起了方希雨，低声道：送他回去，仔细搜索这附近的每一个房子，说不定余孽就藏于其中。是。军师抱拳，赶紧安排人把方希雨送走。安阳夜背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，拔腿就走向了阮玲。眼看他要抓到阮玲了，一道颀长的身影从天而降，一把抓起了阮玲，搂着她的腰拔地而起，落到了2楼的平台上。阮玲恍然抬眸，对上了安阳季阴鸷的眼神。十一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街作乱！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十一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街作乱！王爷说笑了，我只是来买衣裳，碰到了跋扈的大小姐而已。你这样把我抓上来，也不怕夜王误会？哼，你就站在那儿看着他，还怕他误会？安阳季往楼下看了看，我站在那儿，说明我不心虚。阮玲索性在一边坐下。当时纪王殿下你一直盯着我，也不怕我家夫君觉得你对我图谋不轨。他脾气不好，一定会……他说着，扭头看向了安阳季，宰了你。哼，小村姑胆子够大。安阳季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这是名录，把你的家人名字写上，本王要入册。哎呀，我又不识字，如何写？不如我说你写。我生父不知，生母呢名叫刘阿嫂，上有10个兄弟姐妹，大蛋、二蛋、狗帽、三鸭、四囡、五桂花。大胆，你敢糊弄本王？呵斥！好好说。你们这些男人呢，只敢背着我家汉子为难我。若他在这儿，你一定不敢放屁吧？我家汉子在沙场杀敌的时候，你在热被窝里趴着呢。呸！阮玲撇嘴，站起身来，大摇大摆的往楼下走。安阳季死死的盯着他，突然出手，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，撕拉一声，把小衫子给他拽开了。在纤细雪白的脖子底下，压根儿没有11公主的最富烙印。安阳季的眼色闪了闪，慢慢的缩回了手。你敢拽我衣裳，赔钱！要是不赔钱，我就告诉我男人去。我可是跟着我家汉子在沙场上劈过人脑袋的。他骂得很大声，样子又很彪悍，实在不是他认知里的那个11公主。难道真的不是他？安阳季阴鸷的眼神死死地盯了他一会儿，摸出钱袋抛给了阮玲。小夫人得罪了。抠门就个这么点，难怪只是个王爷。我家汉子可是镇业王。阮玲白了他一眼，拎着钱袋下楼去了。奶娘抱着孩子正伸长了脖子找他，已经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小公子给我吧。阮玲把钱袋给了奶娘，抱过了小公子。安阳季一定是认识穆十一的，所以他得让安阳季死了这条心，别再来纠缠着他来确定身份了。奶娘看到他，终于松了口气，打开钱袋子，又乐出了声：“小夫人，这么多钱呐！”把马出签了。